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我要分享关于 Pure Vita 这个品牌的产品。这个品牌是 Kiss Me 的姐妹品牌哦，他们是来自同一家公司的。Kiss Me 这个品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吧 ？Pure Vita 这个品牌是从2018年推出的，他们的产品研发是针对台湾的潮湿地区这种气候的角度出发，所以产品的质地都会做得比较清爽、好吸收，而且 Pure Vita 的产品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哦，所以也是针对敏感肌的。今天的产品我都是有精心挑选过，不止成分我都有先把关过，而且产品都已经使用快要1个月，有部分产品已经空瓶了。我会把所有的真实有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的所有产品呢，都是由 Pure Vita 的厂商提供给我试用。那如果对以上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就继续喽。好，第一款我要分享的是这一款分子保湿修护液。这个产品非常适合敏感肌，它的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我曾经用过的神经酰胺产品，无论是面霜、精华还是化妆水，它们都是偏乳液的质地，会比较偏滋润一点，大部分都没有那么适合偏有肌肤使用。但是呢，这一款的神经酰胺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它的分子做的特别细、特别小，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首先，你看到它的质地是非常有流动性，很像水的质地。它的整体神经酰胺的成分呢，是有添加高达10%，浓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颜色是乳白色带一点点微蓝光，它的浓度做得够高才会有呈现这种颜色。另外呢，就是它的分子很小，特别快吸收，用到皮肤上轻轻拍已经完全吸收，而且吸收完呢会有一个光泽感哦，感觉皮肤瞬间变得非常的保湿，而且是有锁水力的。如果你觉得滋润度不够的话，还可以叠擦上去，它的滋润度就会提升了。它的分子小到连眼周都可以擦在眼周不会起脂肪粒哦。我自己就很喜欢把它用在眼周，一下就吸收完了，而且使用完它之后再叠擦一般的眼霜，再加眼膜，效果特别好哦，你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它是不会搓泥的，所以也很适合化妆之前使用。它的设计部分，像它的滴管是有一点微微的斜面的，那这种设计了会比较精准的用在你想要针对的部位哦，尤其用在眼周的时候很需要精准一点啊，这一点我也是特别喜欢。它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是完全没有香味的。另外呢，它的神经酰胺是添加了3种不同的神经酰胺。我们很常听到神经酰胺的产品，怎么样的产品呢？我会比较推荐。首先呢，就是含有多种的，至少有3种以上的神经酰胺，效果会比较好。另外就是浓度，那浓度高的话，当然它效果也会比较好。另外就是它的配合，这款精华除了神经酰胺之外，还添加了植物鞘氨醇，所以它也更加的加强修护的效果。它里面添加了多种的氨基酸的成分，氨基酸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我们修护，而且氨基酸最好是含有多种的不同类型的氨基酸，它的效果才会好。然后也刚好配合我刚才说的高浓度的神经酰胺，好，那么它的整体效果就真的有帮它更加的提升了，真的是很难得遇到这个成分加上分子小，这个产品我真心推荐给大家，也真心很喜欢。无论它的使用感受，还有它的成分各方面的配方啊，还有效果，我觉得都真的做得特别完美，特别好啊。好，除了价格之外，基本上它是真的没有什么缺点了。好，这一款就推荐给你们咯。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这一款 Pure Vita 的维他命 C 钻白能量精华。这一瓶精华呢，我已经空瓶了，用空了，它的效果还蛮明显的。首先呢，它的质地是我最喜欢也最适合大众使用。它的精华颜色带有一点点的微黄色，质地是有一点流动性，很好吸收，涂抹完之后会有保湿感哦，但是非常清爽，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哦，成分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好，接下来就是它的设计部分呢，也做得非常的紧密。它还没有开封的时候，其实它是把维他命 C 跟它的精华液是分开的。你会看到这个维他命 C 的粉末，当你要使用的时候，要开封的时候才会加进
进去，这样子的设计会保障这个维他命 C 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另外就是它的容量比较少，只有10个毫升，其实这个容量才是刚刚好，尤其对我们敏感肌来说，我们本身用维他命 C 的产品就很难每天去持续使用，有时候偶尔遇到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可能会先停下来，等皮肤修复完再继续使用。一开始我使用它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刺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以纯维他命 C 的产品来说，它算是比较温和，而且我用了大概1周之后，我皮肤已经适应了，后续我已经可以每天早晚使用，所以我后期用它的速度也变快了。这个10毫升的容量对我来说是很刚刚好。我家里很多维他命 C 的产品，很多都是来不及使用完，变得有点氧化掉，所以对我来说好用的高浓度维他命 C 的精华是真的少之又少啊。那这款精华从我开始使用到用完的那一天，它都没有氧化颜色都没有变过，而且它也不太容易会出现泛黄的问题，也证明它的吸收度够，分子也够小，所以呢，整体它的使用感受我是觉得很不错的。它的全成分呢，大概只有21种而已然后它的主要成分添加了10% 的高纯度的维他命 C 粉末，还有玻尿酸，另外还添加了胶原蛋白、甘草酸2钾、维他命 B12、B5、CoQ10，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抗老成分富勒烯。富勒烯也有亮白肌肤、收敛毛孔的功能，它的分子也是比较小的，也特别容易被皮肤吸收。然后呢，它还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让我们使用这个高浓度维他命 C 的同时，也不会过度的刺激其他的保湿成分玻尿酸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都是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水分还有滋润度，所以它整体的成分搭配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也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讲了这么多它的质地还有成分，我还没讲我的使用感受。最重要还是要看它的美白效果，还有它的抗老效果如何，是不是？我的皮肤本身呢是有一点点斑点晒斑，我用它之前其实我皮肤状况没有很好，皮肤会明显比较蜡黄一点，气色没有那么好。用了大概4-5天左右吧，我的皮肤整体的紧致度感觉有提升，变得比较紧致一点，看到皮肤的亮泽度有提升，整体的气色看起来也变好了，没有那么的蜡黄。后来使用2周之后了，越来越明显，整个皮肤又变得更白了。对于常熬夜的朋友们使用起来就会很明显。至于斑点部分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是蛮明显，整瓶用完之后还是看到斑点稍微有减淡一点点，可是对比这个斑点部分，我觉得它的美白的效果会更明显。这个精华液你也可以配合其他保湿的成分一起使用，早晚都可以使用。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我会建议一开始使用量不要那么多，你可以先少量的使用，整体的效果、使用感受还有它的成分都很不错。可是它还是有一点缺点的，我觉得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包装。对于维他命 C 来说，它是一个很棒很好的，封密度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一开始不太会操作，不知道怎么倒进去，然后也是我没有发现盒子里面其实有一个卡片，它里面有告诉你怎么样去操作，看似很简单的设计，但是操作起来像我这种比较笨手笨脚，可能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难度啦。那如果你看这个卡片觉得不太好懂的话，你也可以去它的官方网站，它的官方网站呢是有影片教你怎么样去替换这一个瓶子，用影片去展示会比较容易懂。所以呢，大家如果一开始使用它之前呢，建议先看它的影片怎么样操作。还有它的维他命 C 粉混进去之后，其实要等它大概10分钟左右，把它摇一摇，然后等一段时间，让这个维他命 C 粉跟精华融合之后才可以使用我会建议你可以在使用前1天开始把它混合，那就不会到你要使用的时候还要去等它。好，这个就给你们参考咯。最后一个产品分享的是眼膜，那它的眼膜是叫做奇迹紧致亮眼微导贴片。这个眼膜一盒里面有4片，我已经用掉3片了剩下1片是给你们做介绍使用。首先我说一下它的质地，它的特色。这款眼膜它的材质跟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有一点像人工皮肤，它跟皮肤的贴合度非常好，而且它的眼膜底部含有232根的冰锥，仔细去看你会看到那个底部会有一根根好像针的这个形状，这个冰锥形的位置啊，就是要贴合我们皮肤部分的。它里面含有3重的亮眼因子，还有专利的高浓度的玻尿酸，配合这个可溶性的冰锥，当这个眼膜的精华被皮肤吸收完之后呢，那个冰锥就会消失了。虽然这个贴布还蛮亲肤的，但是它的粘度还蛮高的，所以我会建议眼周可以多涂一些眼霜，之后再把它贴到眼周去，它不会贴不住，它还是能够贴得很稳。我觉得反而粘度会比较刚好，撕下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拉扯感，而且它可以把这个眼霜还有眼精华的成分更加的推进眼周，效果会更好。另外呢，我建议使用这款眼膜之前，可以先叠擦这款分子保湿修护液。那用在眼周，它的效果其实很好，完全不会黏腻，也不会产生脂肪粒。它的分子很小，很好吸收，而且它滋润度够，它可以提升我们眼周的保护力还有锁水能力。之后再叠擦你的滋润型的眼霜或者是抗老型的眼霜，等它稍微吸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贴片贴到我们的眼下，然后就等30到45分钟之后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我觉得它使用完的当下效果还蛮不错，那些干纹啊、细纹呢都有马上得到改善，还有连这个眼袋啊、色素、黑眼圈都稍微有简单一点点。这个贴片除了可以用在眼周之外，还可以用在我们的法令纹哦，它可以有效的减淡我们的纹路，可以帮我们提升水分、保湿锁水力。其实使用它的时候不会有刺激感，也不会有任何的香味，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然后呢，它的成分呢大概只有19种而已，主要的成分添加了乳酸菌发酵物、多种的玻尿酸，还有一些多肽的成分。其中它添加了一种叫乙烯基四肽，可以帮我们抗皱、抗老。其实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它的贴片部分呢，我觉得它不够宽。如果它可以做得更宽一点的话，这个会加分，因为我们眼周的细纹就不止这个部分这么小嘛，它的贴片呢，对我来说还是偏小一点点。如果可以做到更宽敞的话，我相信会很多观众、很多人会喜欢。比起一般的眼膜，我感觉它的保湿度会做得更深层一点，可能是它的技术做得够好，可以把成分更有效的让皮肤吸收。但是我觉得它单独使用的时候，效果会没那么明显。那比如说它建议的精华液之后直接使用，我觉得这样子的效果没有涂完眼霜再敷的效果更好哦。我会建议大家眼精华、眼霜都先涂抹完之后，可以的话再厚涂一点点，等它稍微吸收再敷它，效果是最好的。精华部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家里的眼部精华，分子比较小的眼精华都可以使用啦，不一定要一系列的搭配，就看你的个人需求就好了。好，今天的产品就已经介绍完哦。如果你对以上的产品都有兴趣的话，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到我的资讯栏上面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其实它可以购买的地方还蛮多的，有部分的屈臣氏是有卖，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也可以去它的官方网站去购买哦。如果对以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也欢迎留言给我。好，谢谢大家看到这里，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